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天下英雄的赛事复盘，我是你们的马老师。那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季中冠军赛呢就这么结束了，但是在这样高的期待下呢，我们的 LPL 赛区呢却又一次止步了4强啊，而且呢是在 BO5 中呢输给了曾经的手下败将 G2 啊，这个就很难受。但是呢，这个失败乃成功之母啊！接下来的路呢还要继续走。本期深度复盘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从 G2 身上我们学到了哪些套路。如果有熟悉 G2 这支战队的同学呢，应该能够发现这支队伍呢在 BO5 的表现中呢，总是能够做到表现非常稳定，失误较少，而且呢擅长打后期。这其实呢也和他们喜欢拿的阵容英雄有很大的关系。这次与 WE 对抗中呢，他们就拿出了一套团战冲阵体系的阵容，夺得了第2局的关键赛点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复盘这场比赛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就要讲一讲什么是冲阵体系。那它不是一股脑的5个人冲脸，而是有分工、有协作、有阵型啊。它需要3大要素啊：先手、控制与坦度。那一般来说呢，要开启一波团战，就要有足够的控制，留住敌方英雄。最后呢，还有一定的这个坦度，才能避免集火秒杀，等待我方 C 位赶进场进行输出。这样一套体系下来，那么你们 C 位的输出环境就会非常的好，团战想输都很难。当然呢，阵容好不好也得看发育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比赛中，慢慢给大家讲。这场比赛初期呢 ，WE 很皮，因为奥拉夫呢是 F6 起手，然后呢刷红的打野路线，被盲僧蓝开反红给抢到了。随后呢，盲僧就打算针对下对方上野区，尝试一个4 buff 开局的套路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WE 中野的想法呢是不同的。盲僧呢想继续入侵野区，而塔利亚则想回到线上继续发育。这一分歧让双方付出了重要的代价。这波的话，奥拉夫没蓝 buff 很难打，这波过来要打起跑，这波想打，唐尼这波有点危险啊，对方的中单是先过来的。哎呀，这波有躲掉兰博来。摸眼，但是被嘲讽到了。中路的这个辛德拉呢，拿到了双 buff 后啊，岩雀就面临着打也打不过、推也推不过的尴尬境地，就被压在塔下，哪也去不了。同时呢，盲僧的刷野效率也受到了影响，导致后面针对下路的干克中呢，一步慢，步步慢啊，没能及时的赶到下路进行支援。可以说，随着中野的节奏呢越来越差，这种小劣势呢就一点点的滚大了。本来是一个在对线期滚雪球的阵容，结果呢却被按在塔下出不去，这就很难受，你知道吧？最后呢，双方都选择了提早抱团。这个时候 G2 的这个团战冲阵体系啊就开始发威了。我们来看一下18分钟时候的这波团战 ，WE 5个人正在打小龙，这个时候呢突然出来一个奥拉夫，他的方圆1500码呢是没有队友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人他就拎着2个斧头就敢追你啊！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肉身开团，一个人冲5个人的脸，哎，就问你怕不怕？但是在这波团战中 ，WE 却只能被阿拉夫追着打，而且呢还被留下2个。兰博达下来效果一般，这边下的直接被秒，赶紧做爆炸果实跑，哎，最后这个闪现没必要了。完了，这2个人感觉有点难跑啊，隔墙推到净化解了。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，在双方等级经济差距并不明显的情况下，为什么 G2 的阵容可以这样的去冲 WE 的脸啊？我们拿到前面提到的冲阵3要素来说，第一点呢，先手啊，开着疾跑的奥拉夫，再加上大招的免疫控制效果，可以说只要不怕死，肯定是可以开船的，而且呢，还能够随意的给加里奥最理想的着陆位置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坦度。奥拉夫再肉呢，他也不能扛住敌方5个人的集火轰炸，但如果再加上加里奥的大招啊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个时候坦度呢堪比牛头。第3点呢就是控制，奥拉夫的这个斧子持续粘人，这个是一方面啊，另一方面呢，这个加里奥给大招，他落地后的击飞与嘲讽能够起到控制留人的效果。所以面对这样的连环控制 ，WE 5人呢不得不分散。因为你抱团的话呢，后面还有辛德拉的球和维鲁斯的大招，那这个时候只能丢下被击飞的上野，听天由命了啊！这里面呢，看似简单的一波开团，但是呢，他的团队联动是非常紧密的。团战呢打成这样，可以说 WE 已经很难了。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最大的翻盘点呢就是这个兰博。如果兰博能够撒出完美的大招，那么团战呢还有的打。比赛进行到21分钟的时候呢 ，WE 就打出了一波非常理想的团战。
岩圈的 R 和兰博的大招完美的配合，但是呢，还是没有能够赢下团战。需要出现了，踢一下踢到2个人，这个大招放的还可以，兰博大招放的很好，这个烤死一个啊，米斯没有死，最后能不能被烫死差一点，但是给了 Port， 一对对到3个人，这边伤害很高，但是兰博也烤死一个，一波2换1，打对这波可惜了呀，没有秒掉这个下路组合。这一波团战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兰博的大招相当完美，但是后续的输出呢却无法跟进，就是因为维鲁斯的 R 与辛德拉的 E 技能产生了控制效果。这里面呢有个细节啊，就是辛德拉是中了寒冰的大招的，如果辛德拉没有被击晕，那么这一波团战双 C 呢都会被秒，比赛呢可能就会提前结束。这套阵容呢，无论是正面冲阵的控制留人，还是反手的控制与保护呢，都有非常强的能力。这一波团战过后呢 ，WE 想赢呢就基本上就很难了啊。如果团战不能秒掉对方的双 C， 正面团战已经不太可能了。那阵容差距摆在这里，只能抓对面的失误，靠兵线拉扯来拖延时间。但是加里奥与奥拉夫的正面冲阵的问题不能够解决，最终呢还是要慢性死亡的。被减速到这个冲脸，这边有灯笼，先把西线救回去。但救气怎么办？救气这边还行，有金身，有闪现，闪现交一下，对方加撩。哎 ，Port 从后一杀过来，我的天哪，这个人走位太恐怖了，又是一个 Q 技能 ，Double Q 1换3。加里奥传送绕后，这一波要 ace 了。那这样的话就真的没了。哇，今天 G2 确实打得很出色，节奏很好。通过这场比赛呢，已经不难看出 G2 相对于小组赛时期在这几天里面的提升以及充足的赛前准备啊，至少呢这个全新的团队冲阵体系呢经受得住考验。即便在第4局中 WE 办掉了阿拉夫的情况下呢，他们也能够很快的找到螳螂作为备选，在 BP 上呢也是具有一定的深度。尽管他们连续几次在世界赛场上充当经验宝宝啊，遭遇到一定的调侃和嘲讽，但是今天呢，他们是胜利者。毕竟在 BO5 这样的赛场上，谁能够掌握更多的体系阵容，谁就拥有更多的筹码。如果同学们觉得有用啊，以后不妨多去试验一下这种团战冲阵体系的配合，一定能够学到很多啊！我是你们的马老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下课。